2026年8月23日，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丢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信号：新加坡正式启动连接本岛和德光岛的跨海海底隧道可行性研究。重点不是一条路这么简单，而是这很可能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条大规模军民两用的跨海海底隧道。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新加坡男性都会有感觉，因为德光岛不是普通离岛，它几乎就是国民服役记忆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男性进 BMTC 受训，第一站就是这里。过去几十年，大家去德光岛靠的都是渡轮系统，更早的时候是 RPL， 站着吹风，没空调，海浪一大，海水直接拍到身上，单程45分钟到1小时都不奇怪。后来换成樟宜码头的双体快艇，速度快很多，压到15到20分钟，但本质上还是靠海况吃饭。只要碰上雷暴、强风浪，停航就是停航。每到周五退伍，周日入营，樟宜那一带的人流和物流压力也很直观。问题就在这里，既然这套模式已经用了半个世纪，为什么政府偏偏在2026年开始研究一条造价不会低的跨海隧道？如果你以为只是为了让新兵少晕船，那就把这件事看小了。后面真正关键的是国防动员、土地腾挪，还有新加坡未来几十年的海岸版图。先说最直接的问题，为什么是海底隧道，不是跨海大桥？因为这片海面不是一张白纸，德光岛和本岛之间的东柔佛海峡本来就是繁忙航道，也是樟宜海军基地和东北部水域的重要通道。你在这里架桥，桥墩会吃掉航道空间，桥还得拉到足够高，给船只留净空。这样一来，结构会非常大，造价会上去，维护复杂度也会上去。更现实的一点是，桥这种露在海面的基础设施，在极端情况下就是非常明显的单点目标。换句话说，海面上不好走，才会逼着新加坡往海床下面找答案。但这件事的难度不是把地铁延长一点那么简单。很多人会想到滨海高速公路 MCE， 可 MCE 虽然也有地下和近海段，主要还是明挖回填，沿着已开发海岸线做。德光岛这条不一样，它面对的是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跨海海床穿行。未来如果项目推进，大概率要靠超大型泥水平衡或者复合式盾构机，在高水压、软硬变化复杂的海床地层里持续掘进。这里面最麻烦的不只是挖得过去，还包括怎么防渗水，怎么控沉降，怎么处理通风、排烟、疏散和长期维护。再加上它不是普通民用公路隧道，它要考虑军用标准，像 Leopard 2SG 主战坦克、T-Rex 装甲车、HIMARS 这类重装备，如果要稳定通行，隧道的承重、坡度、净空、防爆和应急系统要求都会比一般道路严很多。所以这条隧道真正难的地方，不在于修一条路，而在于修一条平时能通车，关键时刻还能扛住国家级任务的路。接下来就进入这项工程最核心的战略价值。以前重型装甲车工程车辆要进出德光岛，不是开过去，而是要靠专门的登陆舰或者其他海运安排。这里面受潮汐、海况、排班影响很大，很多事情要按小时甚至按天来协调。对一个高度讲究效率和韧性的国家来说，这种瓶颈长期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如果未来海底隧道打通，逻辑就完全变了。德光岛会第一次实现全天候、24小时的陆路直达，兵力、补给、重装备的调动不再是等船、看天、卡时段，而是分钟级响应。这对国防动员的意义非常直接。可更大的价值还不在岛上，而在本岛。因为一旦德光岛的基础设施被彻底做实，新加坡军方就有条件把更多训练功能、营房和后勤设施更系统地向离岸岛屿整合，这样本岛上那些零散、老旧、占地大的军用地就有机会逐步腾退出来。腾退出来之后会变成什么？很可能就是普通居民最关心的东西：住宅、产业空间、科技园区、公共绿地。也就是说，这条隧道表面上是服务国防，深层上却可能参与一次土地用途的大重排。新加坡最稀缺的从来不是钱，而是地。
谁能把地重新排布，谁就在改写下一代城市结构。如果只看隧道，你会低估德光岛这盘棋，因为岛本身也在扩张。新加坡这几年已经在德光岛推进荷兰式围垦，也就是 polder 模式。它和传统堆沙填海不一样，不是先拼命往海里倒沙，而是先建海堤，做排水和水位管理，把土地围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很现实，能少依赖大量进口海沙，也能把长期成本和环境压力压下来。公开资料显示，这个项目会为德光岛新增大约810公顷土地，这个量级已经不是补一块训练场，而是在重塑整座岛。更值得注意的是，NDR 2026给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数字，在满足未来几十年国防训练需求之后，德光岛南部围垦新区会预留大约500公顷，作为民用后备用途。500公顷是什么概念？差不多就是一个完整大巴窑新镇的面积，也比滨海湾金融区核心开发面积还要大不少。这里的信号很清楚，政府现在不是在说德光岛未来一定会马上民用化，而是在提前把可能性锁住。隧道一旦落地，德光岛就不再只是一个靠船进出的封闭军区，它会被正式纳入本岛的1小时通达圈。接下来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这500公顷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清洁能源基地、高科技试验园区、生态休闲区，还是某种新型离岸社区？今天没人能下定论，但政府已经先把门打开了。这种先做基础设施，再保留战略弹性的做法，很新加坡。把视角再拉高一点，你会发现德光岛隧道不是孤立项目，它更像是新加坡新一轮海岸重塑的一块拼图。西部那边，政府已经在看更长期的岛屿整合，包括 Simacao、Bukom、Sadang 一带，目标是为未来绿色化工和新能源工业准备更大平台。南部则是另一种逻辑，随着港口功能继续向大市集中，圣淘沙和布拉尼岛的整合开发会把南部海滨推向新的生活娱乐中轴。东部也没停 ，Long Island 本身就是兼顾防潮、海岸防护和新增土地储备的大工程。现在再加上东北部的德光岛隧道和810公顷围垦新区，4个方向其实已经很清楚。西部保产业，南部做城市生活，东部扛气候风险，东北部锁国防安全和战略后备地。从这个角度看，这条隧道真正连接的不只是樟宜和德光岛，它连接的是新加坡下一阶段的国家空间分配逻辑。从当年很多阿兵哥坐着敞篷 RPL 被海风和海水一路拍到德光岛，到未来盾构机在几十米深的海床下打通陆路干线，变化当然是交通升级。但更深一层，它说明新加坡还是在做那件最熟悉的事：地不够，就像海要；地面不够，就像地下要。每一寸空间都要同时服务安全、效率和下一代发展。如果你关心这500公顷未来会怎么用，或者你觉得这条隧道最后会不会开放更多民用功能，可以在评论区聊聊。想继续看新加坡基建和政策背后的真逻辑，订阅我，我们下期再见。